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今天啊，我们还是继续聊 LK99的话题。今天晚上啊，有诺贝尔经济奖公布我们看情况也会出一期视频，因为在疫情之后的后疫情的时代啊，这个经济会有什么样的起色那么在今年啊，这个诺贝尔经济奖的这个颁奖颁给谁，可能还是比较有讲究的。那我们聊 LKG 的话题啊，还是从海新民的小实验开始。海新民啊又烧了一炉子啊，他自己在标题里说呀，他说今天花了9个小时烘烤，这个破碎，然后抹平，时间不多了，我得睡觉了。那他这个视频啊很长，半个小时，我相信啊，真正看完的朋友可能不多啊。我们给大家简单放一下，做个 reaction 是吧？这是他烧完之后啊。它是个长屏的视频啊，它手机是这样放的，我给它掐成方的了。它在影字体上呢，找这些有磁性的小颗粒，反复实验整个这29分钟的视频都是在反复找这些小颗粒这两块永磁体放到一块儿，然后上面呢挑各种各样的颗粒在找有很多有意思的可能很多朋友都很熟悉的，有各种各样的片儿。你看，有一个片状的很大的一个，看这个这个。是不是很大？算比较大了，有5毫米左右的这么一个薄片那他说呢？他说他在韩文翻译过来就是烘烤、破碎、抹平。我猜呢，那是不是还是有了一定的这个工艺手段？就是说，怎么这个薄片是怎么产生的？我现在还没弄明白，它就是偶然情况下敲碎的，还是有其他的这个加工方法，是吧？那到最后它实际上把所有的有磁性材料都过了一遍有很多的这个有意思的，比如说能够站立能够跳到磁极边缘总归来说呢，基本上都是铁磁性的小样品我看到的一个后边有意思的呢，是后边有一个观众留言一看呢就是很长的留言是翻译成韩文的。实际上是一个中文观众留言我昨天也给大家说过，他说我们中国已经合成了具有麦斯纳效应的样品。我说这个我们是不是指着水冷悍将那边他们自己发的？后来又看了一下这个仔细的意思，它大概指我们就是指中国这一方有人呢做出了完全磁悬浮的这个样品，这个看起来还是比较劲爆的。但是他没说他是谁，他也没说是谁做出了这样的样品海基民呢还是表示一个比较淡然的态度，还是在玩实际上玩呢，他心里可能也有一点期许。你说呢？一炉一炉的烧你正事不干吗？不过呢，好男人从一而终一直是对 LK99 表现出很大的热情来，这一点应该给他点赞我一直在宣传他的频道也是，你看就这个小样品是吧？很薄，然后呢和过去在国内和其他的视频浮现里边很像的。有的韩国网友在下边留言说你加油你已经赶上印度那个院士阿瓦纳的那个水平了那个阿瓦纳博士吧，他发的视频里边顶多也就做到这样的水平这是海新民的一个视频。讲完海新民的小实验可能更多的朋友都关注复现，你什么时候要准备烧一炉子呀？是吧？很多朋友都在催我。其实呢，民间复现是如火如荼，不缺我这一炉丹，是吧？那烧归烧，怎么能烧出好效果来？这个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刚才看到这个海新民它是一炉一炉的烧，现在可以说也烧了 N 炉了。那国内好多朋友呢，包括这个水冷悍将里边呢，号称已经做出了磁悬浮了，人家没说磁悬浮那它采用的呢是离心的烧结法。那很多朋友呢已经挖出了他用的设备、工艺等等等等。那离心法确实是比较复杂那它可以把这个整个烧结过程中可以短时间内弄出比较均匀的合金来。那既然我们的目标呢是把这个合成物让它更均匀，只有离心一种方法吗？当然不是了，有很多种方法。当然我们下边要讲的，对于那些搞冶金的朋友来说呢，可能都是小儿科甚至都不入门呢。但是对于我们这些门外汉来说还是有的是刚刚知道的。所以我给大家介绍一篇我看到的一篇论文，关于金属微波烧结机理研究进展发表在2019年的粉末冶金技术上这是华侨大学的一篇论文。终于看到中文论文了，好吧？看英文看的我实在是费劲呢。那这篇论文呢，实际上就介绍了微波烧结的机理
讲的还很有意思的。那在讲这个微波烧结之前啊，我们先拢一下怎么能让这个金属烧结的更均匀呢，是吧？那过去也有很多种论文，我也查了啊，包括一些冶金教材里边也都有，比如说机械这个合金化法，是吧？你将不同成分的这个粉末呢，经过这个高能的这个球膜处理，可以获得更均匀的机械合金化的粉末，它就有助于你烧结的这个均匀性。再一个呢，粉末烧结前呢，一定要混合，这个前混合特别重要，然后呢再进行成型和烧结，获得比较好的这个均匀性。这混合方法呢有干法混合，有湿法混合等等啊。再一个呢就是造粒技术啊，将不同成分先制备成较大的且均匀的这个复合粒子，然后再烧结这些粒子，可以提高均匀性。再一个就是渗透法，是吧？在烧结过程中呢，引入液相成分，利用液相渗透和反应来提高均匀性。再一个就是多次烧结，你进行多次烧结呢，中间进行破碎和混合，可以进一步的提高均匀性。再一个就是加压烧结，施加外部压力，是吧？有利于在烧结的内部的质量转移，可以提高它的均匀性。再一个就是控制烧结的气氛，选择合适的保护气氛，可以抑制选择性的氧化的问题，提高均匀性。再一个呢就是加热方式的优化，就是我们说的微波呀或者离心呐，这是快速的这种方法，有利于提高的均匀性。那既然别人已经开始在搞这个离心法了，我们今天就聊一聊这个微波法啊。这个微波法啊，确实是还是很有意思的。那这篇论文啊很详细啊，从原理啊里边的一些基础知识，一直到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现在的进展，都讲得很明白。有兴趣朋友啊，可以自己找一篇这篇论文仔细看看啊。我会把这个论文的这个链接呢发在视频下边，叫金属粉末微波烧结基地进展。华侨大学的一篇论文。那这里边啊，他提到几个词儿，包括这个烧结镜这个烧结镜指的是在粉末烧结过程中相离粉末粒子之间连接部位的形态，就是在烧结初期的时候呢，粉末颗粒间开始形成接触嘛，并出现这个镜状的连接。随着烧结过程的继续这个连接镜会不断的增大，那么相邻的粉末粒子间的空隙会逐渐减小，烧结体的密度也会逐渐增加。所以呢，这个烧结镜形成它经历了初始化、中间和 final 的这个状态。那么在这个整个烧结过程中呢，其实控制这个烧结镜的生长吧，是有助于获得性能良好的这个烧结体的。所以这个论文里面就仔细讲了这个烧结镜微波它这个对这个情况。我感兴趣的是他讲了微波烧结过程中颗粒接触区域会出现电磁聚焦现象，会加速烧结镜的生长速度，就这个，然后呢，实际上呢，它也会影响这个颗粒的磁性，这是我更感兴趣的。所以这个，另外就是说这个微波烧结会不会影响这个烧结过程中的偏息呢？我也看了，看起来呢，这个微波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如果提温过快，也可能会产生偏息，是吧？但是呢，应该不会太强。主要是我看的是这个磁性，这个磁性还是比较好玩的。关于磁性这一段，大家可以仔细看看，就是说有可能会影响你这个烧结过程中这个粒子的这个磁性。另外呢，这个微波烧结呢可以获得比传统办法更致密的这个烧结体，提高化学成分的均匀性。也可以对烧结地磁性产生各种可能的变化。所以呢，这个微波烧结之后的磁性能会不会比我们直接开炉开烧单的那种更好呢？这个可能还需要大家实验。这个微波烧结还有一个这个比较好处吧，它是什么呢？它就是说你这个烧结的容器可能是比较小，是均匀的放在里边，是这样的，只要你这个小微波炉控制好了，就对外边造成的这个影响会比较小。比如像有毒气体也好像这个周围的溅就溅出来这个高温的东西其实都是有关系的。我强烈建议目前正在烧结的朋友，就是业余的咱们这些人民科技大学毕业的民科的，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个安全是再三提醒都不为过。我希望看到我视频的朋友，你们在烧结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安全。
想想在家里切菜的时候，你切到手上7个小口，自己都难受好几天，你洗澡也费劲呐，各种各样的防止感染，对吧？如果烧切过程中溅出来东西了，溅到手上，甚至溅到脸上啊，这很不好的啊。所以搞科研也好，有兴趣也好是一回事，保护安全是最重要的。再一个就是有毒气体。前两天我还开玩笑说呢，我说我炼丹的时候啊，要找一个顺风顺水的地方炼丹，也看好风向，是吧？你炼丹嘛，本来就是要顺天时的，对吧？你不要炼丹的时候，你自己站在下风口，专门就闻着有毒气体，你这不找死吗？好吧，这就是这篇论文啊，关于微波烧结的这个研究进展啊。那已经有朋友啊，在网上你可以搜到，把微波炉拆得乱七八糟的，比如说微波炉不是有一个转动机构嘛，你可以下边钻个眼儿的嘛，有很多种办法，你可以实现这个微波烧结。所以这个事儿呢，给大家提个醒，不管你搞什么都要注意安全啊！希望大家呢早日炼出一炉好丹来。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